Hello， 大家好，我是伟轩，欢迎回来我的频道。很快呢，我们就迈入到了5月份，也就是己巳月。那不知道大家上个月份过得如何呢？因为我们上个月是我们的太岁月，所以能量呢特别的强，而且对很多人来说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呢都比较挑战一点点的一个时期啦。那对我本身而言呢，我在上个月反而是得到了很多新的体悟，尤其在玄学还有身心灵方面的学习上虽然说挑战也是有的。那我自己发现呢，我写的东西在我的频道上面给的那个建议呢，竟然是我最需要的一个建议，所以呢是蛮有趣的啦。那今天呢，我们就回到我们要聊的主题也就是3件你需要懂有关己巳月的事情。那首先第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己巳月是从这个非常挑战的一个时期，这个所谓的戊辰月过渡过来的一个月份，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月份呢，很多事情呢都会比较简单一点，比较轻松一点点，没有这么的挑战。而且呢，上个月份我们有的能量是一个非常强的戊土的能量，它除了代表的是一种不会动或者很坚硬或者很挑战的一个情况下，那这个月份呢来到己土配一个丙火，这个能量呢相对来说会比较松动一点，会比较包容一点点，甚至给你感觉没有这么的挑战。我们要怎么理解它的一个形象呢？它就是一个泥土当它有很多的一些能量储蓄在这个泥土里面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呢结晶。这个土壤下面的这些矿物是经过一个高压、高温、长时间累积下来的一个成果。所以呢，这个己巳就有一点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它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很缓慢，但是呢，那个事情呢是有在发生着的，就是说它是在前进着的。那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好像没有结果，所以呢，一样的建议，这个月份大家还是要保持一点的耐心，还有一点的乐观啦，多专注在一个长远的目标上，不要过度的着急。那第二点呢，我们这个月份有的吉星呢也是比较扶持性的。第一个叫太阳，然后第二个呢是学堂。太阳呢讲的都是一个辅助，就好像一个太阳这样子啦。你看到太阳的时候，你感觉到温暖，你感觉到希望。所以有这个太阳的能量的时候我会建议呢多成为别人的贵人吧。因为太阳呢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能量，所以呢，你如果要利用它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帮助别人啦，不要在那边等待别人来帮你。有些时候呢，你先去帮助别人你反而获利最大。那第二个学堂呢，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对一些新的知识的那个理解能力都会大大提升。所以呢，在这个月份呢，也是一个很好让你去做准备。还记得吗？我第一点是说，我们的己巳月是一个比较长期在准备要生成某个东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月份你可以多一点利用这个学堂的能量让自己储蓄多一点的知识，储蓄多一点的技能，让自己呢在未来真的需要你的时候可以发挥出来了。好，那第3点呢，如果你的八字有申，也就是猴子，和亥的话，也就是猪你在这个月份呢会特别感受到这个己巳月的能量。申呢是属于相合的情况，所以呢你会对这些好的能量，例如太阳或者学堂，还有己巳所带来的一些感受，就是一个比较准备的一个阶段的这种感觉会更加的敏感，或者呢你会更容易的接受它。那至于如果你的八字里面有亥的话，你是跟这个月份的相冲，所以呢很多时候你反而会比较着急，
你会没有耐心，因为这个月份呢还是跟上个月有一点相似，都是比较缓慢。我会建议的就是真的让自己放长远来看，让自己放慢一点的步伐去做应该做的一些事情。那这个就是3件你需要懂有关己巳月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就会进入10个日主他们在这个月份的时候可以有的一些小策略，要如何最大化他们有的机会。那当然这个部分你需要懂自己的日主是什么啦。那这部分我就不多说，我其他视频呢已经有教大家要如何找这个日主。那第一个，我们就来到甲木。甲木呢，这月份进入的是正财还有食神的月份。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是非常的好的。因为呢，我们通常会说食神生财，基本上甲木的人要做什么事情，要去完成什么事情对他们来说都会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很多时候正财是一个让你可以持续坚持下去的一个能量。那至于食神呢，是给你很多的一些点子，给你很多的一些想法，去怎样去完成你手头上的一些工作。所以呢，在这个月份我会建议甲木的人多专注在你们的事业上。如果你本身想开始自己的一个小生意或者一个新的项目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去完成啦。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到乙木，乙木进入的是偏财还有伤官的月份。那乙木应该是这个月份里面最难去接受这个月份的能量的一个日主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有的都是要快的能量。你看到偏财是要快速的赚钱，那伤官呢就是要快速的得到一些关注，所以呢，他在这个月份呢可能会比较没有耐心，会比较急躁，因为他们都想快速的去赚钱得到别人的一个认可或者一个关注。所以呢，我会建议乙木这个月份呢要多把你的精力放在去建立一个基础。因为木的日主就是甲木跟乙木他们很多时候呢讲究的是要一个根基，他们要可以扎根。如果他们做的东西都是太过快速的，都是没有一个长远的计划的话，对甲木来说会比较不利。所以呢，这个月份呢对乙木来说是一个功课，你们需要去完成让自己呢真的可以静下心来，然后接受这个月份的能量会比较慢，然后呢去做一个长远的打算，然后铺好你们应该要有的那个根基啦。好，这是乙木。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来到丙火。丙火这个月份走的是伤官还有比肩。那丙火这个月份呢，很有可能你可以展现另外一个样貌的你。因为你可以看到呢，己巳里面是有一个丙火，那所以你作为一个丙火的话，你是可以把你比较不常给人家看到的一面展现出来。那虽然丙火呢，很多时候别人呢都很容易看透它，因为丙火呢，它基本上内心是如何，它表面就是如何，就是表里很一致。他们通常很没有秘密，很难隐藏一些东西。但是呢，说到底丙火呢还是会有让人不懂的一面的啦。那太阳会上来，也是会下山的嘛。所以呢，就在你下山，你的自己的私生活，或者你自己在学习的，你自己的一些爱好可能呢可以尝试表现出来，让别人知道你原来对这个东西呢是很有兴趣的，是很有研究的。所以或许呢，你这样子会迎来一些比较新的机会，或者一些新的连接。但是丙火还是要留意的是因为通常呢，太阳呢不喜欢看到另外一个太阳，所以呢，它有这个能量的时候它也会呈现一种的竞争的状态。虽然说我们的能量是比肩，但是呢，我们太阳看到太阳呢，它还是会让它有一种的焦虑，
让他有一种的不安，因为他会觉得自己的存在好像变得没有这么重要，因为有另外一个太阳存在了，所以呢，可能丙火要多留意一点那个自我怀疑的一个情况啦。那第4个呢，我们来到丁火，丁火走的是食神还有劫财的月份。那对比那一个丙火丁火这个月份呢，它就更加的符合这个月份的一个情况，因为呢，这个丁火是可以继续加速，或者呢继续在做这个所谓的结晶的过程，它是一个很长远的去计划，很长远的去打造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产品，或者打造属于他自己的一个项目。那因为他有的这个劫财的能量所以呢，丁火呢做很多事情也会比较容易，就是说他可以杠杆别人的一个能量，所以呢，他这个月份就是杠杆这个丙火，我们这个月份有丙火嘛的这个能量去加速完成他要的一些事情。如果你本身是创业者，你是内容创作者，或者呢你是在忙着属于自己的一个项目的话，那这个月份呢对你来说是会蛮好的。好，那第5个呢，我们就来到戊土。戊土这个月份走的是劫财还有偏印。那戊土这个月份需要做的就是要打开你的眼界，然后去看你这个行业，你跟你同样在做一样事情的人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所以呢，你是很适合呢去跟他们聊一聊，去跟他们建立起一个连接。所以我会建议戊土呢这个月份呢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你这个行业的走势是如何，然后从中提炼出一些值得你学习的点，然后运用在你自己的事业上。那第6个呢，我们就来到己土。己土走的是比肩还有正印的月份。那己土这个月份因为刚好碰上的就是己巳月，所以呢，很多的泥土再加泥土 ，OK， 所以呢，你跟这个月份也算是呢比较的有一个连接。那己土这个月份可以做什么呢？我会建议多了解你自己，多花一点时间去探索你自己本身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你到底对什么东西有兴趣？你到底想往哪一方面去发展、去努力？总之，这个月份是完全是一个深度的自我探索的月份。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只是不断的在做，或者不断的在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去忙碌。有时呢，我们也需要停下来，去观察一下自己，问一下自己一些问题，然后来做一些的调整啦。我觉得呢，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停顿，这样子的一个重整是很必要的。好，这就是己土啦。那第7个呢，我们来到庚金。庚金这个月份走的是正印还有气煞。那庚金这个月份呢是蛮有趣的，就是你要想象呢，你这把斧头在经历过了很多事情过后，也就是这个火的磨练过后你有一点好像浴火重生，或者从这个土壤里面呢重新的冒出来这样子。所以呢，庚金这个月份可以做的是要去回顾一下你过去的一些经验，你过去做过的一些事情到底如何形塑着现在的你。你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一些决定，那这个不对的决定如何影响着你现在的一个走向。然后呢，你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做一点的笔记或者一些记录，来提醒自己未来不要再犯这样子的一个错误。那当然你也是可以去看你过去可能今年年头你是不是有做了一些不错的一些决定，让你呢走在一个向上或者一个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路途。
因为有时候啊，我们不能只是反省不好的一些决定啦，我们也要看到呢，其实自己啊过去也是有做过很多好的决定，或者一些正确的决定啊，让自己呢进步。所以有时我们也要这样子看到自己的努力啦。那第8个呢，我们就来到辛金。辛金这个月份走的是偏印，还有正官。那辛金啊，我就觉得你们这个月份呢，可以去探索一下自己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那很有可能呢，是一些你之前啊都觉得不太可能去做到的，或者呢，你觉得我不适合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我没有这个能力。那这个月份呢，我会给你一点的功课或者一个挑战，去让自己啊尝试去做这些事情，去提升啊自己的一个 capacity， 就是一个能力范围啦。因为啊，作为一个比较偏向于准备的月份啊，我觉得这一个东西呢，是对你来说长远而言是有帮助的。我们虽然说啊，专注在于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呢，有时候啊，我们也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去推更多，就是去扩大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那你才可以啊保持一种的竞争性啦。那第9个呢，我们就来到壬水。壬水这个月份走的是正官，还有偏财的能量。那壬水啊，这个月份呢，你会遇到一些的机会。那你要做的啊，是要学会如何判断，然后如何排除掉一些不太适当的机会。因为你就要想象啊，我们的壬水呢，就是水嘛，那它结合这个泥土的时候，你可能呢可以拦过很多的一些机会。就好像以前的人去淘金或者要去挖矿的时候，那些有价值的那些矿物啊，都是在这些泥浆里面或者在泥土里面，通过这样子去洗那个泥土，它最后呢出现的就是一些比较有价值的金属。所以壬水呢这个月份啊，要有一套的方法，就是比较系统化的方法，去帮助你去排除掉一些不好的机会。它可能呢是跟你的总体的大方向啊是没有关系的，跟你的事业啊没有太多相辅相成的这个效果的一些机会啊，那我觉得这也就可以很安全的去把它排除掉了。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来到癸水。癸水这个月份走的是七煞还有正财。那癸水啊这个月份，它一边呢是让你分心的事物，一边呢是让你专心的事物。因为七煞很多时候呢是会让你分心的，正财呢是一种很专注的能量，所以在这个月份啊，你很有可能呢在这2个状态之间游走啦。那对癸水来说啊，这也是算蛮正常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呢都是比较多变化，无法固定在某一个状态的日主。所以呢，我会建议啊，癸水呢尽量呢减少在处于那种分心的状态，多让自己啊处于一种专心的状态。那到底要怎么做到这回事啊？我这里呢可以给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啊，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用手机去进行一些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例如看社交媒体、看视频、看电视剧或者打游戏，甚至呢一些不太重要的通话，你尽量的减少。那这个建议啊，其实也适用在所有人身上啦。只是这里呢，我觉得癸水你们会特别需要到这个建议啦。你尽可能呢，把重要的事情先排在你一天的最早的时间，不要让你呢被这个手机或者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啊去让你分心。我是试过这个方法啦，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效。那你呢也可以去尝试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让自己专注下来。好，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啊，在这个己巳月可能会有一些机会还有情况。
那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你们这个月份打算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看。那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